29 and I find myself wondering what did happen to the last 10. I ran away with my life, fast forward, never turn back again. It's kind of funny that the more we pass time, the more we need to set them rewind. And 19 was the year I had to leave you, but now I'm seeing all the signs. 今天要来介绍的是香港跟澳门8天的行程，前面6天我们安排在香港，后面2天是澳门。这样每一天的行程安排，你可以依照自己的体力跟时间做删减。接下来会分为各个地区介绍景点跟交通方式，一起看下去吧。第1天，搭机抵达香港国际机场，在机场旁边的大屿山有几个景点。首先搭港铁到东涌站，会抵达昂坪360缆车站。它的车厢有3种，第一种是一般的标准车厢，另外一种是360度全景车厢，四面全都是玻璃的。最后一种是水晶车厢，只有脚底下是透明玻璃。上山之后，除了可以逛逛昂坪市集之外，最知名的就是这个天坛大佛啦。下一个要介绍的景点是愉景湾。交通的话，可以在东涌站巴士总站、港铁新澳站，还有机场搭乘园区的穿梭巴士。这边是一个私人发展的市镇，在这边居住的以西方国家的人居多，分为南部跟北部。南部的话，主要是有沙滩可以玩水上活动，还有购物商场，还有异国餐厅。坐接驳车的话，可以来到北部。北部的话有很多欧洲风格的景点，像是意式的钟楼、希腊教堂跟英罗马车等等。愉景湾的饭店也在这边。第2天的行程安排一整天的游乐园，除了香港迪士尼之外，也可以选择去海洋公园。要前往香港迪士尼的话，要搭乘港铁到新澳站，再转乘它的迪士尼线。香港迪士尼由7大园区组成，是全世界最小的迪士尼，但其中的探险世界园区是全球最大的，灰熊山谷和迷离庄园更是独有的园区，也即将开放全球首创的冰雪奇缘主题园区。除了各种设施以外，还有许多表演可以欣赏。晚上的时候也有搭配迪士尼经典歌曲，结合了大型的3D 投影灯光等等盛大的烟火秀，这个是非常值得看的一个烟火秀。另外是香港海洋公园，搭乘港铁到海洋公园站就到了。园区有分为海洋公园跟水上乐园。海洋公园除了有很多设施可以乘坐以外，也可以报名喂食动物的体验活动，像是喂企鹅、浣熊、大熊猫等等，是一个很适合带小孩来游玩的地方。另外水上乐园是全年都有开放的，有很多刺激的水上设施。这2个乐园的营业时间不固定，所以出发看看官网公布的资讯哦。来到了第3天，第3天的行程包括了葵芳站、深水社、黄大仙站以及旺角站。首先搭港铁到葵芳站，这边有一个葵涌广场，是可以逛街的商场以外，也进驻了很多小吃餐厅。接着来到深水社站，鸭寮街又被称为男人街或是东方矽谷，这边贩售了很多新的或是2手的电器 3C 用品，是一个很有特色的一条街道。另外芙蓉街则是另外一条的玩具街，贩售了很多批发玩具跟很平价的文具。接下来搭乘港铁到黄大仙站，这边有香港很著名的黄大仙祠，主要供奉的是中国道教著名的神奇皇初平，另外也有供奉儒佛2教的孔子跟观音等等。3教融合也是黄大仙祠的一大特色，在港铁出站就会看到新建的黄大仙广场，这边像是一个小型的百货商场，然后可以逛街，也有餐厅。接下来来到旺角站啦，从 C3 出口出来就会直接来到了朗豪坊，这边有15层楼，进驻了很多品牌跟餐厅。接着走到通菜街跟金鱼街，这边聚集了一些很好逛的街道跟市集，也有一些小吃跟餐厅。然后沿路逛下去也会来到女人街，就卖了很多的包包、服饰或手机壳等等。隔壁那条街则是
波鞋街，也是旺角花园街附近也有另一间百货叫做 TOP Shopping Mall， 那一间 Shopping Mall 就进驻了很多品牌跟连锁商店。然后往上到港铁旺角东站有一间新世纪广场，是占地面积很大的百货商场，也有很多的美妆、国际品牌跟服饰等等。最后一站来到了佐敦站。这边有一条玉器街，聚集了很多贩售玉器的商店。这边到了晚上就可以到附近的庙街夜市，两侧有一些小吃，中间则有一些摊位贩售一些杂货，然后价格也都不贵。第4天的行程安排是九龙站跟尖沙咀站。首先来到九龙站。天际100是香港位在最高点的室内观景台，可以360度眺望四周的景色，最远可以看到澳门。这个 M+ 博物馆是香港很新的景点，也是全世界数1数2的当代视觉文化博物馆。这个里面有33个展厅，还有3个戏院，还有很多多媒体中心。下一站来到尖沙咀美丽华商场，里面进驻的品牌非常多，包括各式人气的连锁品牌、国际时装品牌等等。另外，海港城是全港最大一站式的购物商场，这边有5个区域，除了有各种精品品牌以外呢，也有一些比较平价的品牌可以逛。在隔壁的1881商场，以前是水警总区总部，大楼有维多利亚时代的建筑特色。接着往港边的方向走，会看到的是前九广场铁路钟楼，这个是旧尖沙咀火车站的一部分，它被保留下来成为法定古迹。继续往前走的话，会看到香港艺术馆，馆内会有不定期更换的一些展览。然后在香港艺术馆的后面就是维多利亚港，这边的夜景被评选为世界3大夜景之一。然后这边的每天晚上8点会有灯光秀，叫做幻彩咏香江。除了在港边欣赏之外，也可以搭船在船上欣赏。沿着港边一整条的是星光大道，除了有一个标志性的香港金像奖的女神像之外呢，港边的扶手上有100多位明星的签名跟手印，所以来这边走走可以看看喜欢的明星手印在哪边。第5天的行程，我们安排来到了是铜锣湾站以及湾仔站。来到铜锣湾站这边，附近有一个维多利亚公园，是香港岛面积最大的公园。接着可以到港边去看看颐和5炮，在中午12点的时候会准时鸣放礼炮，代表上面的工作时间结束。插电纺市集大约在上午11点左右，商家会开始陆续摆摊，然后这边有贩售很多像是袜子啊、服饰、生活杂货等等，价格也是都很便宜。在鹅颈桥底下聚集了很多的神婆、打小人，是香港特有的文化风情。当地的人只要诸事不顺的时候，就会去除了拜拜啊，也会选择去鹅颈桥下面神婆打小人。另外还可以到赛马地马场体验看看赛马。香港时代广场是铜锣湾区规模最大的百货公司之一，有超过200间的零售店跟超过30种餐饮选择。这个是位在湾仔站附近的洛克道，这个是历史最悠久的酒吧街。然后太原街则是有很多贩售玩具的店铺，所以也被叫做玩具街。第6天安排的是中环站。在港边有一座香港摩天轮，以及 AIA Vitality 公园，会举办一些活动。在港铁中环站的附近有很多百货跟街市可以逛，其中最知名的是置地广场，它是一座豪华的百货购物中心，有200多个国际品牌。大馆以前是香港中区的警察局、法院以及监狱，这个已经保留大概170年的历史，然后保留了它以前的外观，里面有展览以及咖啡厅、餐厅等等。接着搭缆车上太平山，到凌霄阁摩天台观景台。天气如果很好的时候，可以俯瞰整个香港市中心的景色，所有的大楼都变得非常的迷你。另外在这边有一间杜莎夫人蜡像馆，里面包括了历史名人
人、皇室成员，还有一些体育啊、娱乐明星，还有著名的杀人狂等等。这一间蜡像都做得栩栩如生，晚上的时候就可以到兰桂坊这边聚集了大大小小的酒吧跟俱乐部，还有餐厅。来到这一个兰桂坊，可以体验香港当地热闹的夜生活。第7天的行程，搭船到澳门啦，安排的行程是到澳门的本岛的各个景点。位在最南部的澳门旅游塔是这边最著名的地标之一，除了有餐厅跟表演活动之外，也可以在上面体验高空弹跳。希望洋圣堂也被称为主教山小堂，位在希望洋山的山顶，是新哥德式的教堂。妈阁庙是澳门现存的庙宇中实物可考的最古老的庙宇，有特殊大型的螺旋线香景观，也是世界文化遗产之一。我们接着坐巴士来到议事亭前地，这边俗称喷水池，是一个广场，也是热闹的商业及文化活动区。附近的玫瑰圣母堂至今已经有400多年的历史了。一开始是由木板搭建，所以被称为板樟堂，是天主教道明会在中国的第一个教堂。大38牌坊是澳门圣保禄教堂正面前壁的遗址，也是世界遗产之一。就在大38牌坊的旁边有一条恋爱巷，全长大约50公尺，整体建筑是以粉嫩的黄色与红色为主，富有浪漫气息，很多的戏剧啊跟婚纱都会来这边取景。这个大炮台公园在澳门历史上有着重要的军事地位，更是以前防御系统的核心。在旁边的澳门博物馆是一间展示澳门历史跟多元文化的博物馆。卢家大屋是澳门著名商人卢华少的家族旧居，是用后青砖建造的典型中式大宅。内部的话是以西式风格的装饰点缀，反映了澳门特有的中西建筑风格合璧住宅。主教座堂也称为大堂，这边是澳门天主教的中枢，每一年盛大的子夜弥撒跟耶稣圣像巡游等等的大型庆典活动都会在这边举行。接着我们搭巴士来到了东望洋炮台，也叫做松山炮台或是东望洋山炮台。这边包括了2个著名的旅游景点，东望洋灯塔和圣母雪地殿教堂。这边也可以俯瞰澳门半岛跟珠江口的景色。我们下一站坐巴士来到澳门的渔人码头，这边有一座仿古罗马竞技场的古罗马表演场，另外有汇聚了像是葡萄牙跟荷兰还有非洲等等的风格建筑，也有一些餐厅跟商店。来到最后一天了，今天安排到澳门的荡仔，主要的行程是逛逛澳门知名的酒店赌场。首先第一站来到了荡仔官野街，这边是一条小小的商店街，然后聚集了很多店家，也可以买到伴手礼。巷子里也会看到欧式的彩色建筑。这一条官野街往后走会来到了龙环葡运住宅式的博物馆，里面展出以前人们实际上的生活样貌，像是有家具啊以及摆设等等。接着我们来到的是澳门银河，这边是一个豪华的度假村，里面最知名的是喷水池的声光表演。下一个是澳门威尼斯人，这边斥资打造了威尼斯的造景，也体验了特色的贡多拉船。从威尼斯人可以一路走到澳门巴黎人，除了大门外小型的巴黎铁塔，里面也有很多很豪华的装潢。看到8字摩天轮就来到新濠影汇啦，里面有影视主题的商店街，还有全澳门最大的水上乐园。位在威尼斯人对面的伦敦人，里面也有餐厅跟百货等等。到了晚上的外墙会有一些灯光秀。美诗美高美建筑外观很特别，门口是具代表性的雕像金狮子，耗费了32000张的24K 金箔铺砌而成。里面有娱乐的世博广场，还有亚洲首个多元化动感的剧院，叫做美高美剧院，还有一些驻场表演。接着来到对面的永利皇宫，这边的建筑跟装潢都有阿拉伯的风格，可以坐上他们的缆车欣赏
赏水舞表演。下一站我们到了新豪天地，这边除了有娱乐餐厅以及百货之外，这边设有全球最大型的水上汇演，叫做水舞间。最后一天就要搭机回家啦。今天介绍的各个景点跟资讯都放在下面资讯栏，有需要的话可以点开看看哦。最后记得订阅、按赞、分享、留言、开启小铃铛，我们下次见。